过去的48小时绝对是美国最崩溃的2天。伊朗军方呢击落了美军一架 F-15E 攻击鹰双座战斗轰炸机，在随后的搜救任务中，一架美军 A-10 攻击机也在波斯湾空域被击落了。美国人下了血本出动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境内救人。伊朗这边呢开着直播呢抓美国飞行员。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吧，2起战机损失事件直接打破了美国在开战初期的零固定翼战斗机被击落的记录。其实这么多年呢，大部分人都认定美国的科技能力首屈一指，制霸全球。一些国家偶然间击落1-2架美军战斗机，纯属运气好。这种观点缺乏对现代防空体系运作机制的认知美国的科技压制时代并没有真的结束，但是长期的止步不前让这种优势变得越来越弱。伊朗这次击落美军战斗机，真正终结的是美军在过去30年里低烈度冲突中习惯的零伤亡、单向透明的非对称空权常态。在2026年的技术条件下，防御方无需在整体技术代差上超过进攻方，仅需要利用地理纵深、被动传感器网络和极低的非对称成本，就能对高价值航空资产造成实质性的战斗减员，进而推进美国国内的政治风险。高昂的损失成本呢，会激发美国国内更大的反战浪潮，最终压迫懂王，让战争以失败告终。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仁，感谢您的点赞、留言和关注，您的举手之劳呢，对我非常重要。4月3日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法尔斯通讯社和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报告宣称使用最新型的防空系统，在伊朗中部击落了一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 F-35 隐身战斗机。然后呢，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残骸照片，我们发现现场的垂直尾翼残骸上清晰印有 LN 尾段代码和红色彩条，这一标识指向美国驻英国莱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的第48战斗机联队下属的494战斗机中队。该中队呢，目前部署在约旦执行对伊打击任务。更核心的证物呢，在于弹射座椅的机械结构照片显示的座椅具有典型的 ACES-2 型特征，这是 F-15E 战机的标准成员救生设备。而美军 F-35 全系采用的是马丁贝克公司生产的 US-16E 型弹射座椅，结合 F-35 为单座布局，现场发现了双成员座舱的结构性碎片的客观事实，被击落的机型确认为 F-15E 攻击鹰。伊朗军方在夜间防空交战中利用雷达反射面积的模糊性，在导弹命中后将其主观定性为 F-35， 这是以极低的成本进行舆论对冲的战术动作。此举在事实被澄清前，已经在全球资本市场和新闻端造成了48小时的认知干预。F-15E 坠落地点距离德黑兰以南约290英里的扎格罗斯山区，战机坠毁直接触发了高风险的战斗搜救程序美军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出动了 HH-60G 铺路鹰救援直升机和 HC-130J 特种作战飞机，并在 A-10 雷电2攻击机的对地火力掩护下切入到伊朗的腹地。战斗搜救在拥有完整建制防空火力的国家上空执行，其风险指数呈几何级数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呢，一架担任护航的 A-10 攻击机遭遇防空火力拦截，并坠入了波斯湾，飞行员弹射后获救。同时呢，参与搜索的 HH-60G 直升飞机遭到了地面轻型武器的射击，机组人员负伤。在这个战术链条里，伊朗采取了标准的搜救陷阱策略。伊朗国家电视台在地方频道滚动播发悬赏通告，开出了6万美元的价码，动员平民及其地方武装寻找美机组人员，并指示防空单位向一切的低空搜救的飞机开火。美军被迫将更多具有高飞行价值的平台暴露在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杀伤包线内。双座战机的战损引发了兵力投入的螺旋上升，暴露了深层穿透打击任务的附带人员回收成本。如果我们将时间线回溯美军航空资产在本次战争中的生存压力早有迹象。3月19日一架执行深度打击任务的美国空军 F-35A 战斗机
遭到地面火力袭击，飞机机身蒙皮被弹片击穿，航电系统部分失效，飞行员负伤，最终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紧急迫降了。这是开战以来第5代隐身战斗机首次被确认在实战中受损。F-35 的设计逻辑依托于针对雷达射频的几何外形优化与雷达吸波材料。面对此种物理隐身特性，伊朗防空部队在雷达基站被大面积摧毁后，实施了战术降级，全面启动了被动红外搜索与追踪系统以及被动声学探测网络。被动传感器不发射主动电磁波，导致美国战机的雷达告警系统无法提供有效的预警。在高机动或者开启加力的状态下， F-35 发动机产生的高温尾际红外特征无法被物理隐身材料完全遮蔽。防空部队通过红外制导结合近炸引信地对空导弹，在光学和红外频段实现了对隐身战斗机的近距离捕捉。这说明在全频谱探测环境下，单一的射频隐身已经无法确保绝对的生存率了。美国白宫与五角大楼在4月1日前后的通报中多次重申，伊朗的军事基础已遭到彻底的破坏，超过 80% 的防空系统被摧毁。然而，战斗机的损失数据逻辑上反驳了这一绝对控制。制空权与绝对制空在现代防空作战中界限分明美军第一波次的打击确实利用了 B-2 隐身轰炸机和精确制导弹药，清理了伊朗大型固定雷达站和 S-300 远程防空系统。但伊朗将残存的机动式中近程防空系统化整为零，依托山区地形进行隐蔽部署。美军战斗机在摧毁高价值目标后，为了执行对机动目标的精确清除，被迫降低飞行高度，进入野战防空体系的末端拦截包线。高强度的出击基数下，即使是极低的战损率，机理的绝对损失也会突破政治承受的阀值。除去敌方的火力，高出动率对美军联合指挥系统的冗余度消耗同样也构成了战损原因。3月2日，3架美军 F-15E 在科威特空域被击落，6名机组人员弹射。调查数据指向科威特防空系统或者科威特空军 FA-18 战斗机的敌我识别系统故障，导致了严重的友军误击。此外，3月12日，2架美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西部空域进行加油作业时发生了相撞，导致了6名机组人员死亡。3月27日，一架 E-3 预警机在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被伊朗无人机炸毁。联合空战体系在连续4周的高负荷运转下，物理损耗正增加航空作业的系统性风险。在本次史诗狂怒的行动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全面引入了算法战争模式，通过整合 Claude 4大语言模型和其他的数据平台，处理 PB 级卫星图像与通信截获数据，将决策时间从数天压缩到了数秒。为了降低高价值平台风险，美军大规模投放了单价 3.5 万美元的卢卡斯低成本无人机作战系统，执行饱和式引诱和打击任务。这套以 AI 和无人机为核心的体系却未能掩护 F-15E 撤退，这底层逻辑在于系统协同的物理脆弱性。卢卡斯无人机机群的设计目标是消耗伊朗的高价值防空拦截弹，但是在复杂的山地气象条件与电磁压制环境下，无人机群与 F-15 的突防时间和空间航路上的同步出现了微秒级的偏差。F-15E 在突防过程中短暂脱离了无人机机群提供的数字与物理烟幕掩护，直接暴露在了残存防空火力的光学瞄准区域内。无人机去消耗对方防空系统是经济的，但对方利用数十万美元的便携式导弹击落上亿美元的战斗机，这种成本交换的逆转直接抵消了美军在 AI 决策速度上的优势。截至4月上旬，美军已损失了12架 MQ-9 死神无人机。大型长航时无人机在面对具备基本防空能力的国家时，由于缺乏机动性和雷达隐身性能，沦为单向透明战场上的消耗品。这也迫使美军重新评估战术无人机的在非对称作战中的工业产能补充机制。战术层面的航空器损失正在宏观经济与地缘政治层面产生剧烈波动。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动作切断了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通道。4月3日，受战斗机被击落以及战事升级预期影响，布伦特原油收盘涨幅接近 8%，
逼近每桶105美元的关口。原油价格飙升的重点点燃了华尔街对全球通胀的反弹的担忧。与此同时呢，美国国防军工板块的资金逻辑也发生了改变。洛克希德马丁的股价创下了52周新高，诺斯罗普、格鲁曼等企业的股票也持续走强。资本市场将防空压制带来的装备损耗视为常态，预测未来数年将产生巨大的精确制导弹药补充订单以及第5代战斗机的替换合同。战争从战术打击演变为长期的军工产能消耗战。面对久攻不下的防空纵深和原油市场的反噬，美国行政部门的政治底线正发生着位移。特朗普呢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4月6日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打击电网和供水等民用基础设施。作为警告，美军已经轰炸了位于德黑兰以西卡拉季市的 B1 公路桥梁，造成了至少8位平民死亡，95人受伤。此外，根据航运监控数据，首次有西方邮轮通过人民币向伊朗结算过路费的方式穿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通过摧毁桥梁并不能找回失踪的飞行员，也无法阻止全球供应链为规避风险而做出的绕行妥协。依靠巴基斯坦和阿曼进行停火斡旋，目前已经陷入停滞。伊朗明确拒绝了包含拆除核设施在内的15点停火方案。从总体上进行作战评估美军在这1个月内投送了庞大的精确打击火力，摧毁了伊朗 70% 的钢铁产能和大量的航空兵力，展示了其工业时代积累的庞大投射能力。然而呢，伊朗通过了保留底层防空架构，利用被动探测手段与战略纵深，证明了现代防空体系的韧性。只要防守方能够承受经济和基础设施被大面积摧毁的代价，就可以依靠经过战术优化的非对称武器网络，对美军的高科技飞机造成实质性的战术减员。美军的科技压制的时代并没有被终结，而技术代差带来的红利被战争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强行抹平了。在2026年的防空环境下，没有绝对的安全领域，任何的深层穿透打击都必须计算高昂的人员回收成本。这场战争的走向已经从比较谁的雷达更先进，谁的隐身涂层更厚，变成了比较谁的国内政治系统更能承受长期的物资损耗与人员伤亡了。好了，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武人，感谢各位的点赞关注，你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期再见。